今天这期视频分享几个比较成熟的咖啡拼配豆配方。成熟的咖啡企业通常拥有核心的拼配配方，但即使配方公开，外界也难以轻易复刻。其核心壁垒并不是在于比例本身，而在于烘焙师对拼配中每一款单品豆曲线的精细调控。每一条烘焙曲线都是基于特定设备、生豆状态以及风味目标的长期实践产物。这种深层次的工艺精髓无法仅通过一张配方表传递，必须经过持续的实验与感官校准才能掌握。下面介绍几款比较成熟的意式豆拼配配方，有些配方来自于互联网，本人也没有真正使用过，仅供参考。一、熟拼，使用 20% 的巴西日晒处理豆子，中度烘焙，带坚果甜感。 80% 埃塞俄比亚水洗处理豆子，终身烘焙，带浆果风味，比例是2:8，适合奶卡使用。这支豆子追求是口感平衡。二、熟拼， 50% 哥伦比亚水洗处理法的豆子，使用中度烘焙，以花香为主调。 40% 印尼苏门答腊终身烘焙，香料调性，柔汁强劲，口感厚实。 10% 的也门摩卡深烘焙，巧克力尾韵，比例是5:4:1，喝起来层层递进。三、熟拼， 30% 肯尼亚中度烘焙，莓果类调性。 40% 的危地马拉终身烘焙，巧克力调性。 30% 巴西中度烘焙，果糖甜收尾，比例3:4:3。想调甜度就巴西豆多加一点。接下来是6组常见、稳定、商业上广泛使用的意式拼配豆配方，来自于互联网。备注：国外很多所谓的终身烘焙豆的色值基本在50号左右，但是国内会把50号豆色定义为深度烘焙。以下的拼配基本使用2至3支豆子，独立烘焙后进行熟拼。一、意式苦甜均衡型的拼配，风味走向坚果、黑巧、焦糖，萃取稳定，抗操作波动性强，使用 60% 的巴西日晒终身烘焙， 30% 的哥伦比亚水洗中度烘焙， 10% 越南高品质的罗布斯塔豆。这款拼配特点：厚实，甜感足，油脂丰富，适合初学者与商店使用。二、拿铁专用的奶香搭配型拼配，风味走向太妃糖、巧克力，牛奶融合度极高，使用 50% 的巴西黄波旁或者卡杜埃，日晒处理终身烘焙， 30% 的危地马拉安提瓜水洗终身烘焙， 20% 的印度罗布斯塔终身烘焙。这款拼配豆的特点是添加奶后咖啡味突出，甜感高，不会被牛奶掩盖。三、浅中烘焙精品配方，果香加坚果，风味走向淡柑橘、坚果，微微果酸，偏精品咖啡馆的风格。 40% 的耶加雪菲水洗处理法的豆子，中度烘焙， 40% 的哥伦比亚水洗处理法的豆子，终身烘焙， 20% 的巴西日晒终身烘焙。这款拼配特点适合喜欢轻盈果香但又想保留意式厚度的群体使用。四、商用高稳定无酸感拼配，风味走向黑巧、烟草、焦糖，完全无酸，极耐萃取，使用 40% 的印度季风马拉巴深烘焙， 40% 的巴西日晒终身烘焙， 20% 的罗布斯塔高品质终身烘焙。这款拼配特点：油脂夸张、顺滑，适合不是很喜欢黑咖啡的群体，也特别适合连锁店使用。五、高级精品意式拼配，柔和果酸，果香
风味走向橙皮、莓果、花香、焦糖甜。使用 40% 的埃塞耶加雪菲日晒中烘焙， 30% 的肯尼亚 AA 水洗终身烘焙， 30% 的巴西日晒终身烘焙。这支拼配豆的特点是精品咖啡馆常使用，果香明显但不突兀，易被主流市场接受。第六，低酸厚重型的深度意式拼配，风味走向黑巧、可可、焦香，深度的甜感。使用 50% 的巴西日晒深烘焙， 30% 的苏门答腊曼特宁的豆子进行深烘焙， 20% 的越南罗布斯塔深度烘焙。这支拼配豆的特点是适合喜欢重口味意式咖啡的群体，苦甜明显，适合糖浆类饮品。拼配的咖啡豆一般来自于产量大、海拔低、风味与口感存在一定缺陷的豆子。全球咖啡产量靠前的国家分别是巴西、越南、哥伦比亚、埃塞俄比亚及印度尼西亚。咖啡基础拼配的生豆无非就是这些国家。熟悉每个产区的生豆属性，对于研究开发新的咖啡配方很重要。巴西豆拼配的基石核心风味是坚果、黑巧克力、奶油、焦糖、谷物，口感特征是低酸度、醇厚度中等，甜感极佳且持久。越南豆商业的动力，核心风味是麦芽、烟草、烧烤谷物，有时带有泥土味，口感特征是极高的醇厚度、高苦度、低酸度，咖啡因含量高，这是罗布斯塔豆的特性。哥伦比亚豆经典的教科书，核心风味焦糖、红糖、柑橘、莓果、坚果，口感特征是酸质明亮且干净，厚重且顺滑，风味极其均衡。埃塞俄比亚风味的魔术师，核心风味水洗豆是茉莉花香、柠檬、柑橘、伯爵茶，日晒豆子是草莓、蓝莓、热带水果，发酵酒香，口感特征酸质活跃，体感轻盈，层次极其丰富。印度尼西亚狂野的森林，核心风味草本、木质、烟草、泥土、黑巧克力、香料等，口感特征是酸度极低，醇厚度极其厚重，回甘深沉。了解各个产区咖啡豆风味及口感特征后，需要什么风味走向的意式拼配豆，就很容易可以通过咖啡豆的属性而得出新的配方。无非就是配方的性价比与可持续性的问题，通过不断的去进行拼配、练习、重复，最终利用感官去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咖啡豆。这期咖啡烘焙基础知识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本视频号的内容，请点击关注并转发，谢谢。